董才人左眼失明后，再难得圣上的恩宠了。那之后，娘子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但娘子仍念着圣上曾对她的好，偷偷跑去见圣上。失明的左眼却惊扰了圣驾，被关在这皇宫中最偏僻的清辉宫，10几年了，再未见过天颜。再后来，我被调派来此处，也陪了娘子2年了。那就由着她这般胡闹吗？可她还是很美，不是吗？在最初的几年，娘子偶尔还是有清醒的时候的。可她清醒时看着自己面目可憎的样子，一心求死，更加痛苦。如今的她，虽然是疯的，倒也像活在自己的梦里。她喜欢去那条回廊，因为回廊上的那幅画，画中的她还是被圣上宠爱的样子。真卿，娘子。圣上今晚来看我吗？圣上让娘子早些休息，不必等他了。他明日便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圣上明日来看我，那你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们家娘子怎样都好看。圣上明日来看我了，圣上明日来看我了。董才人去阴阳路，可还穿了外披？是穿了一件黑色的外披。所以，她穿着黑色外披躲在阴影里，脱掉外披后露出白纱衣，就像是从墙里走出来。而她离开的时候，又穿上了黑色外披，就像是走进墙里。娘子如今不复当年美貌，欣赏画作也只是留恋曾经的美好。奴婢想出这样的法子，只是不想有人去那条路上打扰娘子。没想到，竟传出女鬼的流言，也是弄巧成拙了。照顾娘子很辛苦吧？你的手是被他抓伤的。照顾好娘子，是奴婢该做的。罗一成当年从南方回到宫中后，没有发现董才人出了事。不清楚，他都没有来问问吗？董才人左眼失明，容貌被毁，都与罗志安有关，的确是有恨他入骨的理由。那次之后，他们是否还见过面？娘子恨他，我们都不想让他再去那条回廊，但娘子绝对没有害死罗一成。那昨晚，他在哪？娘子自从认出罗一成，便念念不忘，说要找他报仇，向他讨要自己的眼睛。我每日提心吊胆，早早给他喂下药丸，哄他睡觉，但昨晚他还是跑了出去。我发现娘子不见后，就赶紧追了出去。娘子，我看见罗一成没什么反应，就上前查看，发现他连气息都没有了。我怕娘子吓着，想要尽快带他离开。可娘子发现罗一成死了，说什么都要将他拖到走廊的阴阳分界处。罗一成害他如今人不人鬼不鬼，他也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罗一成跌倒时，董才人并未和他触碰。娘子想上前，但我拉住了娘子，没有让她靠近。那董才人拖拽罗一成的时候，有没有从他身上拿走什么，或者放了什么？董才人也是可怜，为了得到宠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不然也不至于落得这步田地。
后宫嫔妃最大的所愿就是圣上的恩宠，失了这些，与入冷宫也没有什么分别。太史丞，在想什么？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。既然胸病发作是意外，那罗一成发病的时间也太巧了。是不是意外，自会有人帮我们解答。从舌头和四肢来看，确实是胸痹发作。一成患有胸痹，平日里会随身携带药丸吧？是的，他有一瓶养心丸随身携带，我每隔几日便会为他添置新的。再加上师父发作过几次，我更加不敢大意。药瓶就在他袖带之中，很容易拿取。验尸室已经找过，并没有发现。怎么会呢？赵医正，依你所见，罗一成有没有可能是自杀？自杀？在找什么？真言。师父若是自杀，肯定会先为自己施针，令气血凝滞，引发胸痹发作。膻中、内关、曲泽，没错。这种特殊的施针手法，只有师父会，它会导致气血逆乱。罗一成为自己施针后引发胸痹，但他死意已决，故意没有把药丸带在身上。是自杀。师父怎么会自杀呢？为何这么说？师父近日很受淑妃娘子赏识，风光得很。太医署的人都猜测，师父生人医令，师父正盼着呢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自杀？为淑妃娘子诊治的，不是一直都是刘一成吗？我也不知道刘一成如何得罪了淑妃娘子，1个月之前就再也没有宣过她了。大概是白秀罗帮的忙吧。罗一成可曾提起过董才人？董才人，就是你们在阴阳路上遇到的那个女鬼。师父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晚发生的事。今日辛苦了，夜深了，请回吧。县主，若再有需要验尸之事，玉笛愿意为你效劳。会不会是罗一成遇到董才人后良心发现，自杀赎罪？罗一成一心只想攀龙附凤，眼看就能当上医令，就算想要赎罪，也不舍得自杀。太史丞，想什么呢？董才人和罗一成一事，点将应该说谎了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董才人看见我假扮的罗志安时，虽然情绪激动，但表情更像是求助而非复仇。再去问问点将。怎么是点将？这是淑妃前年在生辰宴上传我的礼仪。衣架被固定在地上，难怪能支撑住身体不会倒。人已经僵了，死了起码1个时辰以上。
查一个死一个，这个白修罗到底想干什么？点将也是自杀？确实费了些周章。勒得这么紧，是自杀能做到的？潘永琪的计划是将自杀伪装成他杀，只是临时生变被我们抓到，才让另一个人帮他点燃了松木条。罗志安故意去阴阳路撞到董才人，是想让人误以为他被女鬼吓死，掩盖他自行失真诱发凶毙的真相。点将口中也是含着皇甫而死，按照白修罗行事的逻辑，一定也要是自杀才对。可他双手都被绑着，如何做到呢？那就要试试才知道。点将之前是我们司制司的工人，刺绣的技法很好。他进宫5年，一直都默默无闻的，直到有一日，他的绣样竟然被淑妃娘子看到了。淑妃娘子赞不绝口，下令要他缝制第2年生辰宴的礼衣，还许诺所有的金线和宝石任他使用。点将受宠若惊，那身礼衣耗时非常久，整件衣服都用的云锦绣。这里其他的绣娘都达不到点将的技艺，所以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直到那天，看仔细了，看仔细了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可有别人知道？我一发现就立马来找你了，这事儿可不敢让别人知道。点将，你在做什么？这礼衣美吗？这可是淑妃的礼衣。那淑妃的礼衣美吗？那天之后，点将便又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。可是我实在不敢留他，找了个由头，把他调去了清辉宫。偷穿礼衣之事没有败露，点将逃过一死。只是想再回到司制司也难了。真没想到，点将到底还是死在了这件衣服里。我虽不知他为何被司制司赶出来，可是他日日夜夜都想再回去。他最爱洗双手，每天晚上都要用温水泡过，然后再涂上膏脂。他的手比娘子的还要细嫩，可怜他手上最近生了烂疮，一直不好，已经很久没有缝过衣服了。膏脂在哪？他每个月微薄的月俸都用来换这些了。这个是淑妃娘子从前赏他的白牡丹香膏，又细腻又芬芳，他每到逢年过节才舍得用一点。他如今手坏了，连针都拿不稳，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赵一正，县主，我用银针探过，这膏脂里掺了毒物，但无色无味，我查不出来。你试试。这样的好事，多谢县主想着我。县主放心，3日之内
我一定查清楚。多谢。那个不错。哎，快松开！快松开！快松开！委员长！这个衣架要是像点架那样固定在地上，你刚刚就已经把自己勒死了。没事。黑衣，太使神找我。怎么？担心我，怕我把自己勒死？这木人可是我问赵一正借来的，弄坏了我可赔不起。这宫里还有你赔不起的东西。这宝贝仿照了真人的关节和穴位，有且只有这一个，除了赵一正，只有我能用，是无价之宝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谭世成，这木人可不是我抢来的。这不是普通的麻绳，是藤篾丝，原本长在水下，晒干后编成麻绳，韧性极强。用热水浸泡之后会变得柔软，冷却之后又会逐渐收紧。店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杀的。